进去，跟你还没来呢，要命了！请出来！ 비행기가 아직 멀었으니 우리 빨리 갑시다. 进去，不许出来！进去，都进去！快进去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进去！ Send and maintain 1,000 feet. 隐蔽！飞机要来了，快隐蔽！冲我倒！小范，保护好机器。快救人！天明，把他扶进去。天明，天明，天明。 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多久？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二老小。 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苍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一枪崩了！军的兄弟们，少爷明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 我一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了挖我啊！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啊？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我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 接着训练。杀！冷枪冷炮运动开展1个月来，每40时、每70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
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现在最重要的是8连，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靠出去以后，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得怎么样了？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参谋长有什么主意？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儿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快！都别挖了，让一让，都别挖了，都别挖了。看，有这个，咱们必胜。好东西啊，这是。可以啊，都把所有东西放下，都出去，快出去了，快点，别爆炸了。走，来，出去，别看了，都出去。来，好。2、3，快！隐蔽！炸开了！你这不是作弊吗？你们这个！有底气！Returning to the base.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尝尝挨骂吧。这下子白告，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
要不再来一次？哎，带上，哎，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参谋，哎，局长，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把牙露出来，1、2，开。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8连和1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是，接着说。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啊。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8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1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好吃。你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是，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5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老鲁下来。哎呀，这后边这3个，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了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哎，军长，好，马参谋，有，来，你给我们拍吧。是。段参谋，你站上去呗。站上去。好。赶紧投，预备，拍。
王副司令，我们15军的口号是破开山腹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1、2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路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 字形、弓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4能防御体系。4能？对，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期防，防风、防火。哎，好了，段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交给我。哦，是，好啊。辛苦了，师傅。这1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看着都踏实啊！这边，署长好。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不能轻敌啊！哎，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各带一个师到鬼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他未必。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好，有吃有喝有弹药啦。厕所怎么样？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几天？2天？9天？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儿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儿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战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王副司令。这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走，那边看看。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你叫什么名字？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报告，8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防区。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
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是，我去。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是。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要沙袋干什么？来，快！1，固定航弹；2，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力。来；3，哎，别3了，赶紧铺吧，轻一点。哎，要走。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给我。来，够了，行了，你们都回去。走，快上去。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不动别动。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来，别动。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罗斯特。AN-M65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3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延时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安子，啊，钳子，好。
太厉害了！报告首长，拆弹完毕。AN-M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有多快？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师长，五圣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全部牺牲了。立即通知侦察科刘显阳组建第2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是。同志们，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科长，我申请上山，我要去。还有我，董文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科长，无声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好，董文锦同志，这次你跟着。是。你们2个在这留守。是。是。点名。2点45分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走，我们也进防空洞。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去防空洞！隐蔽！去防空洞！去防空洞！进去！文锦。
出来！进去！不要命了！进去！1952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军在朝鲜接连遭到志愿军重创，这一点成为艾森豪威尔攻击杜鲁门的主要武器。艾森豪威尔对美国民众承诺，一旦他竞选成为美国总统，将会立即结束朝鲜战争。General, I strongly advocate that you approve Operation Showdown. On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the 9th Corps and the enemy's position are within 200 yards of each other. If the Chinese forces storm down the hill, the 9th Corps will be forced to retreat 1,250 yards to find new defensive position across the valley. And if Hill 598 is captured, it will be critical for the 7th Division to hold the Missouri defense line. This can push the enemy's position back 1,500 to 2,000 meters. And the enemy can no longer use the hill as an observation post to monitor the defense zone of the 7th Division and the 2nd Korean Divisions. We're becoming passive on the battlefield. Washington and our men are losing faith in this war. Look, here's my plan. On the front wave, we'll deploy 15 divisions, which will include ones from the ROK and the Commonwealth. Now, on the second wave, we'll prep 3 more divisions. 美海军第90特种混合舰队与陆战一师建立了联系，进行了2期登陆演习。美海军独角兽号、西西里号航空母舰和伊阿华号主力舰已师抵朝鲜西海面。I would send a regiment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to relieve garrison of Gyeongsan from a company of the ROK 2nd Division. Transfer 9th Army Reserve Force, the 14th Division of Gapyeong in the south of Chiburi and Yeongre in the area of Kaewon. 美军也在运输大量的后勤物资，具体意图还不清楚。3rd Division of the 1st Army in the southwest of Cheolwon,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9th Army. Also, each division needs to recruit 2,500 additional ROK soldiers. 主席啊，委托中央军委给我们发电，明确指出了，这就是美军的虚张声势。我们必须组织积极的防御，粉碎美军的任何挑衅。I would also need the Navy to assist the Army on transporting supplies. Furthermore,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will now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命令第65军、15军警惕美陆战一师和第7师的调动情况，按照主席的战略指示，尽快报告我们的反击作战计划。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soon.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1、2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致司，邓。主席对邓华他们说：“零敲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补充2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第二，坑道是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是。
这枪不错呀。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拿去玩，不许耍赖啊！王龙，有，收着收着收着。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我想打391高地。为什么？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那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400人潜伏不好搞啊！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那我要等多久啊？别急啊，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请几位，请几位，胃口一直这么大。凭什么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拦我的车，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王副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我们2个是老乡，黄安县一起出来的。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表扬你们15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秦基伟。你跟我说一句实话，我们15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你们15军不是收到转成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生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王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王副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我还得这么干呢。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秦基伟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好，磨刀，蹬，磨刀。
为何你方3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巨济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锋在15军的表现。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锋做一次内部审查？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我配合你们。段显锋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很好啊。详细一点。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2个人带领2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锋，他有什么问题啊？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已经发调令了吗？调令倒是还没来。你什么态度呀？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我的态度？是啊。那您看，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
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15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段参谋真要走了。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还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军长，啊，车坏了，你上来，打着火试试。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行啊，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2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啊，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是。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那你教教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立，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水。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你是老师？助教。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15军勤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是的，但是因人而异。段显峰，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军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1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这事儿这样办，你先到警卫连报道，就这样，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好啊，秦军长，3兵团、兵团部晚都向您报道。啊，段显峰的事。是。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调令已经发出了。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军长，致司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是。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明白。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是，保证完成任务。How long till you go back home? 2 weeks. How about you? Next week. Fire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没事。Reload! Reload! Fire! Fire! Do you see that?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The Chinks are zooming around like bees and attacking us everywhere on the 180 kilometers long front line. Since September 18th, we've lost 42 tactical positions on the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front. We need to end this with dignity.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you. You need to end this in dignity. But I haven't received any recent battle plans yet. There will be. Look, you're nearing retirement. You need to have a dignified ending yourself, so I'll be waiting. Thank you, Commander. Sir? Chinese have one reinforced company on Hill 598 and one company on Hill 537 in Sniper Ridge. I believe if you concentrate our firepower, we can make a breach within 5 days. And then, sir? And then onward to the Western Mountain. I can lead the troops to attack Oseongsan. The elevation of Oseongsan is 1,051 meters. Even if we take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they are still both under the firepower of Oseongsan. The objectives here are neither Oseongsan nor the Western Mountain, but rather Pyongyang behind them. To get there, the best offensive route remains through the Western Mountain, entering the Pyongyang Valley, which is flat and wide enough for a mechanized troop to get through. The attack of Oseongsan is to draw the Chinese away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so that we can breach through. Our armored troops can destroy all enemies' weapons and artillery. How would you convince the Chinese that our breaching point is at a Triangle Hill? I have a plan already. The Chinese are cunning. We need more to convince them.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General. Please drill the 45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你们小心点，这是底托，不是柴火。为什么要专门到外头去啊？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跟发霉场。军长，致司来电。驻自动南山批下来了？不是，致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其一师正在进行2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 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让我们密切关注武圣山对面敌人的动向。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圣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圣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最新情报啊，美7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
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圣山的架势，其实另有所图，不然美其实上来干什么？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智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3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斗流峰，2个团侧侧翼迂回。第2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圣山，这是最困难的。武圣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庄勤有，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是，去哪儿侦查呀？前线，武圣山前线。是。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编制有多大？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哪条路离开的？从新修的后方公路。好，请继续观察。哟，这地形图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陪我去侦查？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走走。小心点。快点，马上。怎么了？好了。走。刚才埋地雷的时候我没听错吧？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呀？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我教你唱首别的吧。我不要，我就想学这首。还挺执拗。快，教教我。那我唱两句啊。
好，说。报告，说。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2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岸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1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4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3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血。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2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好，他实我虚，他虚我实。Chief, this is Moose. I have my eyes on Tank Battalion and vehicle comm. Roger. Tank Battalion and vehicle comm. Come in. The Chinks are making a move, sir. This soon? Frontline observation post reported a brigade of tanks are reinforcing to Triangle Hill. Tanks? You're reinforcing Triangle Hill with tanks? Yes, sir. What about the West Mountain? Any move there? Nothing in the Western Hill.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believe it's their response to our trucks heading towards Western Mountains, making sure that we won't make a move on Triangle Hill. Yes. They want us to go on the Western Mountains, so they are flexing a muscle. This is good. Good? Wasn't our plan to feign an attack on Triangle Hill, but focus our main forces to attack Western Mountains? They didn't fall for our trap. How is that good, sir? The good thing is that now we have the initiative. So we shift our focus on Triangle Hill? No. Not entirely, at least. They are placing a muscle at Triangle Hill with tanks, which says that they are afraid that we will attack there. If we put our full might on attacking there, what will happen? It's either they lose the hold of the position, or they draw their forces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to reinforce. Sir? 回来了，军长，你车实在太快了，我玩了命的跑，还是没追上。喝点水吧。是，参谋长。好，这是我最担心的。西方山到武圣山之间是20公里的路程，这王鲁在警卫连体能算好的，跑了2个多小时，这还是在没有敌军飞机和大炮的干扰下。我在想，如果美军进攻武圣山， 就算他们派出主力部队，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武圣山。他们是机械化部队，用不了1个小时，主力部队可以迅速转移到西方山，那就麻烦了。我们这2条腿是跑不过他们的。美军的这一系列动作，迷惑性很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判断不出他们的主攻方向在哪儿。 范弗里特这个老狐狸，不愧是2战的名将啊！我管他名将不名将的，我就是要把防御的主力部队放在西方山。